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西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2025年你的一个个人发展，还有你的情感桃花。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来连接一下我们新一年2025年你的个人运势。那么我们在个人运势的这个能量的收集和连接里面，会包括你的一个整体运势。也就是说，整体的2025年啊，你的运势是怎么样的一个大概的或者是大致的笼统的一个感觉。我们会来看啊，在新的一年里面呢，有什么很重要的能量？这一年它的重点是什么啊？对于你个人而言，这个新的一年2025年，你的重点是什么？我们会给大家拿出关键字啊，有关键字，有提示，然后呢，我们也会来在时间的轴线上给大家看一下。比方说每个季度或者是特别的月份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啊，或者是说在什么样子的时间里，2025年是你的一个转折点，是你特别需要注意的，或者是这是你的机遇的时间。所以呢，我们会在时间的轴线上为大家去连接有关于时间、有关于运势的能量基点啊。那么最后呢，我们也会来看你的情感，有关于你感情呢，有关于你桃花的一些跟时间线上有关的一些信息和连接。所以呢，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感兴趣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看2025年你的一个个人发展、情感桃花的一个综合运势。好，那今天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啊，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牌组里。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一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一副牌组朋友，今天我们用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透明石膏，透明石膏啊，这个是我的石膏柱啊，这是第1组。第2组牌的朋友呢，今天我为你选的能量宝石是你面前的这个茶金 Citrine 茶金。好，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选的能量宝石是玛瑙啊，我的这个玛瑙是一个爱心的形状。那为了方便你们呢，可以跟每一个牌组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的，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2025年我的一个个人发展运势是怎样的，包括情感，包括桃花个人运势，我们所谓的情感桃花综合的一个运势能量展现。我们从现在去展望未来，它会是如何的一个频率，会是怎样的一个打开方式呢？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组牌，哪一颗能量宝石，在当下呢跟自己是最有对应、最有连结。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些朋友如果在选牌的时候，你觉得有其中一副牌，或者是另外一副牌，它同时都有吸引到自己。或者是我们在看上这个宝石的时候2颗宝石都同时吸引自己，那么我会建议你都听听看，你可以去看一下究竟哪一副牌里面跟自己的状况、跟自己的能量是更有对应、更有连结的，从而来听取每一副牌组当中对你明年新年2025年你的一个人发展、情感桃花的一个运势的预测。好，
那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你2025年的个人发展和情感桃花。那我们就待会儿见啦。Hello， 大家好。那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透明的这个石膏啊，它是一个半透明，应该这样讲，准确的来讲啊，它可以很好的连接到这个光圈的能量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光圈的能量，它是这个半透明的石膏啊，也是跟我们的顶轮相连的一个能量宝石。好，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啊是你的一个2025个人发展情感桃花的一个运势，综合运势的一个预测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为大家抽到的几张指引牌，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看啊。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牌。第一张牌呢，这个是第一组牌啊，我们看到这个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 Opening to Discovery 打开去发现打开去发现。这张牌呢，其实我看到它的时候，就是很强的一种能量，就像是从很广阔的天际这个能量吸收，然后呢到达这个，大家看这个能量其实它有很多层，这个地方是一个钥匙孔，但其实我第一眼看到的呢，很像神经，就是那个大脑里的神经，所以我感觉到就是有很多的信息，有很多的能量点，小的从远到近，从小到大。在新的一年里会汇聚到你的大脑里，你会处理很多的信息。当这些信息越积越多，越积越大，越积越成熟，越积越清晰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把这个能量往下拉这个脑袋想清楚以后往下拉，拉到哪里呢？我这边连接到了另外一个能量，就是这个大地。大地的能量其实它主的是什么呢？大家想这个地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山，远处是山，但是这个能量直接连到了这个山底下，对吧？山底下有一个钥匙，我连接到的能量就是说这个山底下有矿，金矿不论是什么矿，这个矿呢它代表的是资源，这个矿呢代表的是财富。所以当思想、当信息、当能量从你的大脑处理之后往下拉，去打开这个矿，打个引号的，然后呢从而你就拿到了这个钥匙。这个钥匙可以打开，是通往，我觉得是2025年，我这边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能量，机遇这个东西首先是机遇，然后呢，这个机遇是什么机遇呢？我这边看到就像矿一样，它很深，它很扎实，所以我觉得有些朋友，我觉得这个能量应该是对应在你的财富之路就是打开这个财富之路，那么有可能是通过工作呀，通过你的事业呀，通过你的创作因为我这边有大脑嘛，所以也有可能是文艺艺术方面的这个打开这个东西，能量首先是从远到近，从四海八方全部一点一点吸引过来，越积越大，最后变成闪亮的这个，你看星星，对吧？代表着希望，代表着对未来的期待，然后呢集中到你的大脑中枢去处理它，然后形成一个树，形成一个网，连接起来，拉到深处去打开了这个矿去打开这个矿。所以我觉得这个新的一年里就是这张牌我听到的信息就是关于你可能会有很多的机遇，新的机遇会有很多东西，会有很多能量的点。那么这个能量的点有可能是信息，有可能是遇见新的人，而且很多这边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能量很多，而且很散，你需要成为这个大脑神经的这个处理器。第一个是收集，第二个是处理，去分析，去判断，去把它们连接起来，为己所用，去选择，对不对？你要选择你听什么，你要去选择你看什么，你要去选择你信什么。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现代社会当中，其实能量是很多的在这个比较比较古老的这个时代的话，可能信息不太容易去收集得到因为它很没有现代的这个技术嘛，这个科技那我们现代的这个能量里面呢，就是信息很多，但是如何从这么多的大海里面去捞出这个钥匙，才是这个能量的关键，才是2025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技能，你的天赋之所在这个就是你2025年打开这一年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方式了，去选择。我觉得机遇很多很多很多的选择，但是选什么，怎么选，就是你2025年决定成败的关键。
OK， 所以啊，我觉得这边就是还有两个可以给大家提点。第一个呢，就是要有好奇心。就如果你新的一年里，比方说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想做点什么，你想完成点什么，你想有一些改变，你想连接好运，或者是连接更多财富的话，你一定要有好奇心。因为我觉得一切能量的开始都是收集啊。这边第一副牌的朋友是收集，是吸收，是吸引。那么你一定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或者是说你要愿意吧，你总得愿意吧，对不对？那这个顶轮你总得打开吧，你愿意去接收吧。所以首先就是好奇心，接受的能量要有。第二个就是不要轻易的去拒绝。其实这个信息处理的时候啊，就是在我们当下的意识能量层级里，在我们当下的一个维度里面，我们很容易去做就是判断。但是这个判断呢，就是当下你的能量层级的判断只能把你带到这里，而你又想去到更高和更远的地方，你就需要去从你的内部去改变你怎么去处理事情，你怎么去看待事情，你怎么样去连接他们。就是你从自己这个地方发生变化，那么自然而然的，对吧？我们这边讲不要轻易的去拒绝，也许你接受的更多，你的心胸更宽广，你的眼界更高一点，你自己就能够去走到更高更上一点点。那么你自己的能力啊，未来的这个比方说眼界，未来的平台也会随之更高一些。所以我这边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说啊，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要轻易的拒绝当前也许你不喜欢的人，当前你也许会拒绝的事，那么到新的一年里，请大家三思而后行，再想一想。也许有些人不一定成为朋友，但仍旧可以合作，对吧？也许有些事虽然说你不喜欢，但是你仍旧有能力去做，至少你可以给机会尝试一下。有些东西呢，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很枯燥，很乏味，也许你觉得这不是你的我们在讲不是你的菜，对不对？但是呢，做着做着，学着学着，也许你会发现新的可能，新的机遇来帮助你改变。因为有些事情也许它不是终点，但是却可以成为你跳一步的台阶这个是我听到的一个信息，也是给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关于这个明年。所以呢，最后一个这张牌给我的一个信息，既然我们看到这么多的能量因子，这么多的能量信号，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明年你生命当中的关键，也算是一个宇宙的一个提点，就是有关于同步性，有关于宇宙给你的信号你的这个触角要长一点你的这个眼睛要多看一些你当前不经意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这边看到，比方说你重复看到的图像，你重复听到的那个事情，你重复看到的图腾，你每天可以看到一些小动物，一些很小的东西，如果它们重复出现，或者是你经常做某一个梦，或者是你经常看到某一件事，请大家记下来，这个呢就是你的守护天使，就是你的宇宙我们所谓的这个宇宙给你派来的信号 omens 这个就是那个真有迹可循的一些东西。那么你把它们收集起来，你也许能发现不一样的一些信息，来帮助自己帮助自己。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张牌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我们今天的关键字，第一副牌的朋友是新机遇这个是打开去发现嘛？发现什么？发现的是新机遇，发现的是自己可以去拿来用，或者是自己可以去拿来去帮助自己往前跳跃，或者是打开这个宝藏的机遇。好，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牌，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然后呢，我们来看第二个，关于这个2025年会是对于你自己而言是怎样的一年呢？那么我今天抽到的是35号牌 Asmida， 这张牌是那个瑜伽里面的一个能量。这张牌呢，它其实有一个就是有一个能量的体系。那么这个呢这张牌35号牌，它的能量体系是在向内追寻的这个体系里面。那么我们这边向内追寻里面，我们看到是 egoism。所以呢，从这个地方我们首先可以看到整个2025年的个人发展里，我觉得有一些指引性的东西，有一些判断和决策性的东西我觉得是要第一副牌的朋友自己去处理，自己去多想一想。就新的机遇有很多，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通过贵人通过这个导师去向他们学习，他们给我们提供经验，他们给我们提供建议，我们去听从，对不对？但是我看到就是这张牌
啊，它是向内追寻的能量嘛，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明年的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觉得是你的内心当中会给你很多的指引。就像我们这里啊，很多能量的因子，其实别人看不见的，只有你自己能够感受得到，只有你自己能够听到，只有你自己能够把星星点点连成串，变成自己发现的有用的信息、关键的讯号，来为己所用，对吧？所以是向内追寻的一张牌。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能量，它是 Z 字形啊，Z 字形。Z 字形呢，其实真正它讲的就是有上有下，有好有坏。同时呢，它也讲的是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啊。那么有的时候就会有挑战。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准备好了吗？2025年你会遇到挑战，但是挑战当中你会有机遇，在机遇当中你能够成长，你能够跳跃。那么你能不能够接受有的时候好，有的时候坏？你能不能接受在能量因子里面，有的是好的，有的是没那么好的，有的是真的，有的可能是假的。那么你要在这个地方去区分对待，你要能够去选择出能够为己所用的种种。啊，这个是我看到，就是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啊，所以呢，我觉得明年啊，对于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看到这个地方，你可以感觉到，2025年对于你来讲，应该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年，应该是一个很多变化、很多新事物、很多实践、很多实验的一年。比方说结交新朋友，比方说去尝试新的知识，比方说去遇见新的地点，比方说去跟完全之前没有做过的一些事情去连接那些能量啊，去探索，去发现。那么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可能会让自己觉得说，哇，我的世界打开了。可是有的时候呢，可能又会让你觉得好像掉进了一个胡同里面，好像出不来，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你又会顿悟，你又会超越自我，你又会往前进。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年，2025年啊，是我看到整个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有上有下，有好有坏。但是呢，无论是怎么样，就是在不断的探寻，不断的这个筛选，不断的去选择，然后呢，自我发现，发现那个奇迹，发现那个自己觉得最有价值的，去打开自己的世界，打开新的大门，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最后一张牌，我们来看一下啊。最后一张牌呢，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看2025年的一个信息啊。那么我为你们抽到的呢是金鱼。这张牌呢，它的关键字是温柔啊，是非常非常的温柔。金鱼的能量啊，其实给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人呢，在这个地球上啊，我觉得是经历很多事情以后啊，你就会发现，可能很多事情也没有绝对的好和不好。有些人呢，他可能会让你觉得说他好像伤害到了你，可是呢，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又会感觉到，其实他当时的所作所为、所说的那些话，可能是出自于，比方说，他自私，或者是那个人他没有觉醒，他不知道做这个事情其实是对自己没有好处的，既伤了你，也伤了他自己，还伤了你们的关系，甚至有可能会对他自己反而更加不利。但是呢，就是每个人呢，他的这个世界啊，他的这个想法，他只能局限在他自己的维度里。所以呢，当第一组牌的朋友，当你们往上走，当你们的能量提升，当你们有更多的包容心，当你们可以发现这个世界越来越大，越来越包容的时候呢，我觉得你们会变得越来越温柔。可能这种温柔并不是所谓的用原谅两个字，就是我们的这个语言其实并不是什么原谅，也不存在什么原谅。因为也许对于有些人，对于有些事情，它的发生，它的过往，从来你就没有恨过，你只是有点生气，你可能只是有一点想不开，你为什么要那样子呢？对不对？但是呢，有些东西它没有为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课，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一个位置去学习、去理解。那么你跟他也许就已经不是一个维度，或者是你跟那些人他已经不在一个高度了。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错位当中，大家看啊，其实也蛮容易，就是说发生一些口角啊、矛盾啊、误会等等等等，包括冲突啊。可是呢，无论怎么样，我们都还继续在这个地方去前行，我们还在地球上去生活，我们还去相信这个美好的人世间，我们还是继续的让自己不断的提升，而不是被他们所影响。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关键，也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着你对生活的态度，它代表着你对生活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金鱼啊，首先呢，我看到就是金鱼本身的能量就是那种很包容，然后呢，我觉得是很积极的，
并且是非常可爱的一群人。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金鱼有2只金鱼，说明第一副牌的朋友，刚才我讲过，新的一年你有很多的机遇，你有很多新的可能性，你有可能会遇到很多新的朋友，对吧？可能会组织自己新的团队，或者是加入 OK 新的团队里去。所以2025年你不是一个人，2025年是团队的年份啊。2025年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会在人群中至少是一个人，至少是就是你会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啊，就一定会有很多的人，很多的这个新的朋友围绕在你啊。那么遇见那么多的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世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宇宙，所以呢，我觉得也是带着一个包容的心，带着一个不用太过于情绪化的去加入，但是又能够看懂这样子的一颗心，去和他们连接，去和他们去学习，去发现自己啊。我们遇到新的朋友，我们遇到新的人，不仅仅是机遇，也是去从他那里看自己，去查漏补缺，去学习和成长。所以我们在这边有很多的这种放下，就是原谅别人，或者是理解他人。那么我们理解了，也许就不再挣扎了，我们理解了，也许就不再郁闷了，我们理解了，可能就看开了，就看透了，就看破了很多事情啊。我觉得你就可以处理得很好了。这个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今天的3张牌去总结2025年你个人发展当中我看到的一些讯息。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统一的跟大家先去讲新的机遇 OK， 上上下下的起伏挑战，以及我们这边看到的我觉得是情感当中的一种成熟。当一个人真的成熟之后，他的能量会变得柔软，而不是锋利那么我觉得团队很多很多的人的包围，也将是第一副牌的朋友2024年你的一个关键字。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来看一下时间线上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工作学业方面的信息。好，我们来一起洗一下牌。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轴线上2025年你的一个工作事业方面的一个预测。我们来看一下在时间轴线上有哪些重要的提点，来自宇宙给你的一些指引是什么呢？感恩宇宙。我们来看一下工作，首先是工作和学业上的第一张牌金币皇后的逆位，第二张牌金币国王的逆位，哇，好，第三张牌第一组牌的朋友命运之轮的逆位 ，OK， 最后一张牌。好，最后一张牌呢是 Judgment 审判。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的2025年我们这边是工作学业方面的一个时间轴线上的一个预测首先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整个2025年对于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会在你的工作事业你的这个创业学业方面会有一个全新的升级会有一个全新的升级。这个升级呢，就仿佛是你会往上跳一个台阶的感觉。这个跳一个台阶呢，代表着什么？代表着你会经历很多，代表着你会学到很多，代表着你会成长很多。这边有伴随非常强大的一种行动力，非常厉害的一种勤奋，而且勤奋是在于你的行动力，也在乎你的一个思考当中尽管在2025年我看到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个坎，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坎呢，其实它不是一个真的坎，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Z 字形它代表着可能会在你的工作事业或者是学业当中有一个这样子的事件，它看起来好像是仿佛在跟你的这个意愿是违背的，命运之轮的一个逆位，对不对？它的突然一下卡壳了，突然一下子可能震动了，突然一下子可能发生了一个翻转，但是最终却能够成就你这样子的一个大事件，会在你的2025年当中。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我们看到审判牌是一个正位的，新的太阳会升起。所以在工作和事业当中，我们这边是金币皇后金币国王。在工作和事业当中，整个我觉得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上半年2025年工作和事业学业方面一定是很多很多的努力，很多很多的钻研，很多很多的花时间。第一个季度呢，我觉得是自己这个是
有点像是自己一个人去努力啊。那么到了第二个季度呢，就会有团队加进来啊，第二个季度会有团队加进来。那么我们到了下半年之后呢，可能会有一个挑战，或者是一个非常厉害的、有难度的东西啊，在这个下半年的第三个季度可能会在这个位置，命运之轮嘛。而且呢，在2025年的下半年第3个季度当中，可能会有一次非常大的震动，会在你的工作事业或者是学业当中，来自于外界，可能是突然的一个卡壳，突然的一个停滞，或者是突然的一个翻转，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我觉得是触动，会给你带来很多的那种惊讶，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的感悟啊，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感悟。在这个地方，大家的心里也会经历很多的变化。那么我们35号牌，它的这个能量是 egoism 啊 ，egoism 可能会想着只为自己，可能会想着保护自己，也有可能会想着为大局着想。那么在这个平衡当中，在这个衡量里面，是需要你去做判断的。当我看到很多朋友啊，你们的智慧、你们的勇敢、你们的温柔，会帮助你们做出最好的判断，帮助你们去选择出最好的自己的一个未来。所以在2025年工作和事业当中，你的最后一个季度，也就是2025年的年尾处，你将有非常大的跳跃。审判牌非常大的跳跃，这个地方有可能有些朋友会收到一份，我觉得是你命运当中的一个大礼啊，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升级。还有一些朋友呢会在这个位置啊，我觉得是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或者是你会帮助很多人一起跟你一起啊去跨越，或者是去改变。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些朋友也有可能会在202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啊，完成自己公司的一个建设，或者是实现自我的一个包括你之前的一些人啊，跟你一起，比方说成功的去改变，或者是跳级。我们这边是一个 judgment。那么在你的世界当中，我觉得命运之轮呢，可能像是一个低点，但是审判却能够让你有新的高度，一个更加大的平台，一个更加，我觉得是像是把你带到了一个更加光明、更加属于你的未来里去。这个是 judgment， 非常好的一个能量啊。这边有合作，不止你一个人的成功，很多人会跟你一起成功。你会带着你的灵魂家族，你会带着和你志同道合的人，或者是我觉得是你进入到跟你志同道合的人的圈子里去啊，就是大家一起变得更好了。所以是太阳升起了，有一种召唤的能量，你在回应着你的命运的召唤啊，这个是最后的一个能量。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工作和事业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情感和桃花。好，我们来抽一下牌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在2025年你的一个情感桃花相关的一个运势啊，它是在这个时间轴线上的一个预测。我们来听一下宇宙怎么讲，宇宙怎么说呢？感恩宇宙。好，情感桃花对应的第一张牌呢是审判牌的逆位。第二张牌呢是风元素的一个侍者，逆位的。第三张牌呢，我们抽到的是土元素6。最后呢，我抽到的是世界牌的逆位。然后我们有一个愚人牌的逆位也在这里啊，两个牌是连着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组牌的朋友啊，那么在新的一年里面呢，你的情感和桃花又是如何的一个运势呢？宇宙的一个预测是怎样的啊？好，首先看一下我们的第一张牌嘛，这个是 Judgment 一个逆位的啊。这张牌让我看的就是有不少的朋友在年头的第一个季度吧，在情感当中，在桃花里面，其实我会觉得有些朋友就是在这个过往的情绪的情感的经历当中，还是有一点出不来。这边呢，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比较的思念过去，
这个呢可能是已经离开你的人，有可能是当下你觉得就是有点纠结的一些情感，或者是你觉得当前有一点没有办法去做出真正的判断的一些东西啊。我还看到就有些朋友在这个地方就是在情感当中有一点，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就是有一点，如果是这样啊，有一点就是迷失自我的感觉，因为我看到在感情当中有人拿走了你的力量，有人拿走了你的力量，有人拿走了你的自主权，有人可能拿走了你的一个独立性。那么 Judgment 逆位在第一个季度里面，可能是来自于有些事情就是还是在这个过渡阶段。有些朋友可能在疗伤，地组牌的朋友情感当中，我觉得可能在疗伤，可能在自我疗愈的过程当中。所以呢，在疗愈的过程当中，其实非常的正常，就是容易被过往去拉走。我们在回忆过去的时候，不仅仅是我们在讲回忆过去这么简单而已，其实回忆的过程也是在自我思考，重新去整理自己的情绪。那么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自我疗愈的过程。那么这个是我看到的第一个季度啊。那么因为这个能量呢，第二个季度里面，在情感桃花当中，其实我看到有些朋友就是两个信息吧。第一个信息呢，我觉得大家对桃花不感兴趣，就是你周围可能会出现新的桃花了，在这个4、5、6 3个月里面会有新桃花的出现，但是呢就是没有真正的上心。第一个呢，这些桃花可能来自于网络里的一些人；第二个呢，这个桃花是你身边和周围的人，但是呢，我觉得你们对他们不是很感冒没有什么兴趣去深入的了解，只是平淡的去交流，只是很一般的，就是这个沟通和连接在很表面的这个程度啊。也有可能有些朋友呢，在这个第二个季度，也就是4、5、6 3个月，你的精力放在了工作里面，因为工作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是非常需要你们的精力的。土元素皇后、土元素国王整个是正在你的这个上半年的能量里面所以呢，第一组牌的朋友也有可能你对这些桃花不感兴趣，是因为你想把工作做好，是因为你想把精力多放在自我事业和学业当中，非常有可能这个是 Page of Air。 所以新的机遇在你手上，其实你是看到了也听到了，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去留心。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下半年。下半年你的情感桃花里面呢，出现了土元素6，这个呢就相对很好了。这个能量呢，我看到就是有些朋友我觉得第一个来自于可能你的情感疗愈方面做得很好，通过上半年无论是工作也好，是我们所真正的情感疗愈的方式也好我觉得很多朋友都开始慢慢的更加的接地了，都开始慢慢的把自己的生活调整到了平衡的状态里来了，土元素6。所以呢，随之我们感受到了，在你的情感跟桃花的能量里是，你开始变得自信了，你开始变得勇敢了，你开始变得知道怎么样去做自己了，爱自己了，并且知道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在哪里了。那么无论是跟这些人，我们看到这个上半年可能出现桃花，跟他们沟通交流也好，还是对自己的一个情感的一个状态的总结也好，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我觉得是成功的一个状态而且这边我觉得下半年7、8、9 3个月就是大家的情感方面状态很好，状态非常的好那么在这个地方非常容易吸引到我觉得是对你感兴趣的。而且呢，这边对你感兴趣的人有一个人非常的重要，他看到了你，而且他非常非常的欣赏你，他很希望能够跟你有更多的对话，他想跟你深入的去了解。那么在这个下半年的7、8、9这3个月里面，不仅有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缘分在你的身边，同时还有很多小桃花也在你的左右我看到有很多小桃花也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下半年可能大家的这个状态在情感当中，它的运势都会变得比上半年更好了。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年底。年底呢，我们这边出现的是世界牌和愚人牌两个大牌的逆位，而且都是一个结束和新生的能量，它是连接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临界点临界点两个逆位的临界点的能量。说明什么呢？就是年尾的时候，大家可能会开始走入新的情感生活。那么在这个地方，有可能是我刚才讲下半年7、8、9 3个月可能会遇到的这样子一个很重要的缘分，它影响了你，或者是说你也开始重视和这个人的关系了。那么到年底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些朋友就是可能是因为害怕，也有可能是因为
想再多一点时间，多考虑一下，也有可能是这边你看工作当中也会有新的变化吧。我就觉得有一个全新的一个世界，因为世界代表的是 achievement， 代表的是一个成功，那么愚人呢代表的是一个人生新章节的打开。那么我们这边看到是一个很丰盛的很甜蜜的一个新世界啊，在未来等着你。所以说年底的时候应该是大家丰收的时候啊，年底的时候你的情感世界其实会来到一个我觉得比较全，我觉得是很圆满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又没有真正的走进去，就仿佛你已经看到自己的情感生活也已经快开花结果了，你也已经知道自己可能已经找到对的人了，或者是你也感觉到自己和这个人的连接越来越好了，自己的情感生活也越来越顺了，你可能还有一点不太敢相信，有一点不太敢真的走进去，但是你的心是很满的，你的心是充满着幸福的。我觉得你的能量状态也是调整到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即将跨越的一个这样子的能量里面去。所以也许是在2026年的开头啊，这个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情感生活将达到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么年底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实验阶段，是一个开始让自己慢慢适应这个变化啊。从这个你看，我们刚才看到是灵魂的收集，力量被别人拿走，到力量收集回来给自己，它是一个2025年是这样跨越的一年啊。那么2026年可能大家的情感和桃花就会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里来。所以呢，最后呢，其实它也对指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能量，打开去发现嘛，对不对？打开心去发现，当你的心打开，当你的心疗愈好，愿意去打开，你就能够发现属于你的那份特别的爱。OK， 这个呢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为大家所看到，就是在明年啊，你的一个个人发展、情感桃花里面，来自宇宙的一个时间线上的一个指引，还有一些讯息和提点。那么希望这些能量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也祝福所有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在新的一年里，在2025年里面，去打开属于你的新世界，去发现属于自己的可能性。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一颗茶金。好，那把它放在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关于2025年你的个人发展和情感桃花。那么我们今天呢，其实是看的2025年你的一个综合运势。那么其中呢是包括你的个人发展，还有你的感情。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就先来用我提前帮大家抽到的指引牌来总览一下。那么新的一年2025年，你的个人运势会是怎样的情况？好，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张牌啊。今天的第一张牌呢，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为你们抽到的是 A Burst of Magic， 这个就是一个魔法啊，这就是一个魔法。那么2025年呢，通过这张牌卡，我为大家连接的关键字是创造和显化啊。第二组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连接到的2025年你的关键字啊，就是这个运势里的关键字是创造和显化。那么这个能量呢，我看到的是在新的一年里，2025年，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你们会从你们的当下生活去成功的完成一些什么。所以这个地方呢，可能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在推进我觉得是你们当下所有，或者是当下正在努力，或者是当下已经拥有，当下正在培育，或者是现在正在不断的去学习，它有一个显化的能量，也就是你会进入到一个成功的地点，会到达你的目的地。2025年你将看到一个结论我觉得这是一个结论，你能够遇到自己的丰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显化。那么创造的能量在哪里？就是无论你现在正在投入，或者是花精力在什么方面，你一定是在不断的去改变，不断的去提升。那我们今天这个 Burst of Magic 它关于创造的能量呢，它是一个会有一次顿悟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在新的一年里，2025年，你其实会有一次顿悟。这个顿悟呢，会带给你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击。
让你看到一个事情的真相，让你一下懂得了，可能是你之前一直在困惑啊，或者是之前有所不解呀，或者是你一直就是很像那个拼图啊，就是它少了一块。所以是创造，就是顿悟之后，你创造出了，你明白了你丢失的那一块，你迷失的那一块地图在哪里。那么一旦你找到这一颗迷失的地图，也就是我们刚才在讲那个答案，那个顿悟，那么你立刻马上就会发生一次蜕变，或者是你会有焕然新生，你会出现新的自己，培养出新的自己。那么也许这件事情你正在努力的，或者是这个能量你正在去投入的，对你来讲它很重要。可以这样说，你们正在自己的使命里，或者是你们正在自己就是应该走的那个道路当中。无论你们现在对于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个道路里面，你经历的是顺遂，还是说有所坎坷，我都看到这应该是人生地图里的一环。你坚持的走下去啊，在新的一年里，你坚持的走下去，你继续的去往前推进，你会在2025年看到结论，你会在2025年显化出你想要的这个东西，那么从而你也会有新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在创造和显化当中，其实2025年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成功和丰收的一年。那么最后呢，来自这张牌啊，它有一个很来自宇宙的一个指引啊，它的能量是说，如果你对一件事情迷惑，或者是你有一个问题，或者是你有一个很迷茫不理解的东西，这个答案你去寻找它，主动去寻找它，询问它，追寻它，未必是拿到答案最好的方式。宇宙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点，就是如果你想要答案，如果你想要知道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第二组牌的朋友，那么你不要去寻找它，答案会在你不再寻找，不再纠结，不再去为难自己的时候，突然的走进你的心里，突然的来到你的身边，你就知道了。所以这个呢是针对一些可能有困惑的朋友啊，这个答案会在你不经意间，在你放手不再执着的时候，来到你的心里，来到你的身边，你就会知道了。那魔法的意义呢，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意义啊，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是第一张牌啊，这个是 Birth of Magic， 这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第一张指引牌。第二张指引牌啊，我们去看2025年你的一个综合能量的话，那么我们抽到是 Atha 这张牌呢，也是在这个那个我们在讲 Turning Inward， 就是今天这个牌是一个跟那个瑜伽有关的一个能量啊。那么它这个地方有8个分支啊，8个分支的能量。我们今天呢是这个其中一个分支的能量。那么这个分支里的能量呢，在瑜伽当中是讲向内追寻。那么在向内追寻的能量里面，我们今天抽到的是平衡的人生。今天我们的图像里面其实可以看到它的能量所指其实是一个路径，然后是目的地啊，跟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张牌其实能量是非常有连接的啊。我们看到这个花，其实这个花并不是真正的花，我们看到是花，其实在能量的指引里面，它代表着不同的路径啊，这个是不同的路径，最后呢都指向同一个终点啊，不同的路径最后指向的是同一个终点，它代表着生活会把你导向哪里，生活会把你带到谁的身边。其实呢，你用一种比较，我觉得是轻松一点的心态。这个心态呢是什么样子？就是不太执着，不太执着这个人来还是走，也不太执着现在自己在做什么事情，或者是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东西会进入自己的人生。我们对什么事情都不太执着，我们可以去接受它，我们可以去放下它，我们也可以去允许它来和离开，不太执着，我们轻拿轻放。所以呢，代表着我们人生里其实无论是什么路径，最后都通往的是同一个终点。这个终点就是我们所谓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我们人生里的这个意义。这个意义本身，这个路径本身其实要远远大于最后的那个结果。也就是说，无论是怎样的路径，其实最后呢都是让我们的灵魂得到一种成长。我们每一个人呢来到地球之上，除了我们的使命、我们的责任以外，其实都是来地球上去学习的。所以通往的这个目的其实它是一样的，是一致的。无论我们今天
这几年经历的是什么，接下来几年经历的是什么，我们都是在体会我们都是在体会，就像看画一样，有的画可能你很喜欢，有的画可能你觉得不是很理解，有的画可能让你觉得非常的兴奋，有些画可能会让你有一点怕。那无论是什么样子的画呢，它都是一种能量，就像一个传送门一样，给你不同的一个体验，给你不同的一个感受，给你不同的一个经历，然后呢，去刺激你去思考，刺激你去学习，刺激你去成长。当你看到所有的画以后，对吧？也许你会对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变得冷静了，都开始变得不那么的执着，不再被那个美去执着，也不再被那个所谓的你不喜欢的东西所执着。你变得可以去轻拿轻放，把每一个东西都变成生命当中的一种缘分。我们去带着感恩的心去接受它，去看待它。那么你的生活里，我们看到这里来到的是一个平衡的状态。所以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明年其实你的这个运势除了我刚才讲的是创造和显化，那么在创造和显化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你的生活也会变得越来越平衡，而你也需要以一个平衡的生活态度去打开你的2025年这个所谓的魔法。那么平衡，我们去讲平衡，其实有很多能量的点，就像我们看到这可能是生活的一朵花，或者是生活的一个种子，它在等待盛放，它在等待去成长。那么你需要去给它不同的元素。我们看这个种子成长，它需要水太阳空气。那么你的生活里也同样需要的是爱、休息、努力、勤奋、钻研，对不对？所以休息跟努力它要平衡玩和独自一人，就是玩可能是跟社会跟很多朋友出去，和自己回到家里一个人去钻研去读书，它也是一种平衡。动和静之间它也是一种平衡。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也需要在平衡的能量。那么平衡是什么？平衡就是相互可能会有一点看起来有一点这个对立的能量，像动跟静对不对？外跟内就是这种能量你也需要去平衡。平衡代表着都要有一点点，平衡代表着你觉得最舒服的一个比例都接受，不是只拿一个，不是只去学习，不是只去玩，不是只去休息，也不是只去加班，是平衡什么都有一点给自己呼吸的空间，也去努力。那努力的同时呢，也会给自己休息。在这样子的频率之下，2025年你会看到这个魔法，你会显化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一个新的我觉得它是一个新的自己，它其实是你完成显化之后的一种感悟，或者是你完成显化之后你会打开的一个新的大门那么这个成功就是你的显化出来，而这个看到魔法新的自己，可能是经过这一路你会有新的感悟，你会有新的人生态度，或者是你对很多事情就能够做到这种平衡的，不太执着的，轻拿轻放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最后的2张指引牌，对于我们的2025年综合的一个总览。我们今天抽到的第一个呢是 Ladybug， 这个是瓢虫。第二个呢，我们抽到的是兔子。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瓢虫。瓢虫的能量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代表着好运的一个能量。所以第二个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关键字是创造和显化，它代表着2025年你能够成功的做成一件事情，2025年你能够实现你的一个心愿，所以是显化成功，对不对？2025年我们是显化的一年，不再是只是努力，不再是只是过程，而是2025年你将看到结果。那么同样的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兔子。兔子这个能量呢，它讲的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灵魂，非常敏感的一个灵魂。这张牌给我的感觉就是在新的一年里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的能量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就是很敏感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些敏感可能来自于外界环境的改变，敏感呢也有可能来自于你很谨慎。因为人他来到了这个快终点的地方，或者是一件事情快做完了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会更加的担心，因为一路走过来可能都很辛苦，那么到最后的最后，是不是快看到结果了，可能我们就会不经意的开始有得失心，我们可能就会不经意的害怕失去
害怕失去。如果说它还没有开始，可能丢了就丢了，可是我们已经付出了那么多，我们已经爱了那么久，那么最后走丢的话会很可惜。所以我看到有些朋友就是来到这个快到终点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焦虑，会有一点敏感，会有一点谨慎。那么宇宙在这个地方呢，也是在告诉你啊，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其实呢，你可以通过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一个阶段吧，去调整自己。所以你看，如果当你敏感，当你焦虑，你就要回到平衡的状态回到平衡的状态。如果这个事情它注定是你的，那么好运会在你这一边，你也一定能够完成这一次的显化。无论你要显化的是什么，你一定可以去完成它，你一定可以去获得你的心愿成真。宇宙会在2025年让你看到这个结果。那如果这个东西它不是你的，或者是说这个你所谓的这个结果，它其实对于你真正心里想要的东西，它未必是好事情。或者是有些东西你看起来很好，其实对你来说是有危险的，或者是对你来说反而会给你造成伤害的话，宇宙有的时候它不给你那个最后的结果，其实是对你最大的保护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个样子？很多事情其实回过头来你才会知道。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敏感的这个小兔子我觉得宇宙希望你能够勇敢的去追逐自我，但是同时呢，也要去就是有一定的这种判断，或者是有一定的这种，我觉得是强大的心态吧，你的心态也要好。因为有些东西你看我们这边有 cut quartz， 意思就是说有些东西如果它真的来不了，显化不出来，或者是这个结果跟你想象的不同，那么有的时候你也要不要那么执着，你也要能够换一个角度去想。因为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东西它对你来说未必就那么好。如果你保有富足的心态的话，你会看到好运会站在你的这一边，它可能会是一种保护得不到有的时候会是一种保护，而你勇敢的去离开，勇敢的去继续往前探寻，将会带给你最好的一个我觉得是状态。因为你要知道，第二副牌的朋友，明年其实是你的成功年，明年会是你的好运年，所以不要因为某一个地方的得失而影响了自己的运势。有的时候呢，这个运势它其实本来是好的，但是我们可能因为这个维度的局限，可能会误解它。就好比这个人你没有得到，这个人你觉得他很好，但是却最后没有跟你走在一起，也许这个人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可以这样去理解。你可以首先回到平衡，首先放一放，经过一段时间的冷静，也许你能看到真相。因为我们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也有真相的能量，真相被揭晓的能量，它在你的2025的运势当中，好不好？这边是一些我们今天对于整个新的一年2025年你的一个个人运势的一个总览这个是来自宇宙对你2025年的一个就是关键字或者是运势的一个提点我们看到这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的是两个部分。首先第一个呢，是来看有关于你工作和学业，对应在2025年的1月到12月时间轴线上它运势的一个展现。也就是说，在2025年对应的时间轴线上，1月到12月，上半年、下半年、第一季度、第二季度、第三季度、第四季度，你的一个运势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在时间的轴线上你的一个个人发展。我们这边看到的是有关于，首先是事业和学业的部分，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呢是圣杯侍者。那么第二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圣杯2和权杖7。那么第三张牌呢，我们看到是宝剑2的逆位。最后一张牌呢，我们看到的是权杖5。好，我们来看一下在时间轴线上对应在2025年你的一个事业、学业的一个运势，我们对应在时间轴线上的一个能量的展现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看到的呢，很多朋友明年你们的这个显化时间
创造这个你要的这个结果，或者是说遇见你的这个目标啊，这个时间很多朋友很多同学啊，会是在2025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一个好的显化，或者是你看到了这个成绩，你看到这个好消息，你看到这个所谓的好的结果，你遇到了你的心愿成真，会在2025年的上半年发生，接近年终的时候啊，年终之前它会发生，你会看到一个好消息。在工作和事业方面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吧，就是我感觉到就是在新的一年里啊，很多朋友我觉得在工作和事业方面，会有一个很好的心情，会有一个很好的心态。可能对于2025年来讲，其实你2024年已经在你的这个事业跟学业方面，我觉得是付出了很多吧，付出了很多。所以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带着全新的一个这个新的一年嘛，也是一个全新的心态啊，来完成你一直在努力的方向。所以我看到其实2025年开年你们的心情很好啊，以一个全新的一个容貌吧，去迎接自己的一个事业跟学业。这可能跟大家的理想有关，也有可能呢跟大家即将完成的项目有关啊。所以说其实在新的一年里，我觉得很多朋友心情都很好，带着一个良好的心态，带着一个对未来的美好的憧憬啊，在展现和打开你的新的一年。那么在新的一年里的第一季度呢，也有很多朋友会在第一季度的时候，我觉得是遇到很多的就是让你觉得很舒服的人啊，也许你的同事跟你之间的关系会处得非常的和谐，也有可能呢就是你跟你的领导还有你的团队啊，大家可能在新的一年里啊，就是这个状态比较好，精神状态好，所以你们的这个相处是非常融洽的。有些事情呢，可能大家都能够在这个辞旧迎新当中去学会放下，所以新的一年里大家都非常的想把事情做好，可能这个我们在讲可能心里的这个能量啊都在对指着你们做的那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些恩怨也会被化解掉矛盾也会变得很少，你们可能都是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大家都在去互相的理解，互相的包容，以全新的姿态去一起去和谐的去合作，然后呢去创造。那我们可以看到，以这么好的一个能量作为起点的话，那么我们去看到年终之前的这个好的消息就不会太远。所以我们看我们在年终的这个地方，上半年我们就出现了圣杯2，我们还出现了权杖7。这个能量呢，其实它有2个点。第一个点呢，就是我刚才看到有一些朋友可能会在上半年年终的之前遇到，我觉得是你在寻找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有可能是合作案，有可能是你一直在争取的单子，有可能是你一直在争取的合同，有可能是你一直在争取的合作，或者是那个新的公司，那个领导人，那个比方说猎头，或者是那一个项目负责人，就是你们终于达到了一致大家非常的合拍，大家终于一致了，大家终于能够相互的认可了，大家终于能够相互一致的去认同了，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对于读书的朋友上半年之前，你可能会找到自己的老师，或者是遇到自己非常喜欢的那个领域那门课，或者是终于找到了自己就是跟自己非常对口的，或者是和自己非常有缘的哪怕是你想跟别人一起去完成，那么这个团队也会是在上半年之前你会遇到的这个是好消息来的是好消息。那有些朋友呢，也有可能会在上半年之前就是成功的走入，或者是拿到 offer成功的走入某一个公司、某一个院校，或者是成功的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能量里面，就会把你抬到高位。权杖7，年终的地方上半年年终的地方，第2组牌的朋友，你会身处高位，你会被别人捧着，你会被别人就是看到，就是别人的眼里就是你非常的成功当然你肯定是做成了点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完成了什么事情，或者是你什么东西拿在你的手里，让人觉得非常的羡慕
他人非常的羡慕你，而你自己呢，可能也是因为这个这么长时间的努力就是显化成功了。所以上半年年中的地方会是大家2025年个人运势的一个能量的高点你们能量的高点在年中，这个是第2组牌的朋友。好，这个高点呢，我们从别人的角度来看，可能会是羡慕你可能会是非常的仰慕你但是这张牌是权杖7，从你的个人角度，我看到是什么呢？尽管在别人的眼中你身处高点，但是事实你的心里可能会有压力，因为你站上去了，因为你成功了，因为你拿到了这个录取通知书，或者是拿到了这个证书，反而让你有压力。因为你知道很多东西，这个能量它不是绝对的结束成功就是结束，可是结束之后呢，可能代表着责任，代表着新的章节，代表着更大的挑战，代表着你需要去离开火元素，对不对？出差呀，对吧？可能要去出国呀，可能要去离开这个城市因为你需要开始动起来了，对吧？你成功以后，你就新的就开始，新的东西一开始你就要动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边我也看到，就有些朋友这边你心里很高兴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高兴里面也夹杂了很多其他的情感，也夹杂了很多其他的情绪。我们看明年你是2张牌，第一个呢是 Lady Bird， 这个就是瓢虫，代表着好运，代表着你会成功。但是我们还有兔子，兔子的能量呢是谨慎敏感的灵魂，所以这边成功之后有些人可能就是欣喜若狂。可是第2组牌的朋友，我看到明年，至少在明年你的成功里面，我觉得是多了一份谨慎，多了一丝敏感，多了一丝警觉在这个成功里面，好不好？这个是我看到的来，我们继续。那么下半年我们这边看到了什么下半年呢，首先是一个宝剑2，这张牌呢我看到了一些犹豫，这个犹豫呢可能是大家对于有些事情风向的因为我这边看到就是明年有些朋友会在这个地方，你的人生里面有一个顿悟。刚才我讲过，顿悟里面呢，你的生活会有一次停顿这个是第2组牌的朋友，明年你们的一个运势的一个特点，明年你们会有停顿，明年你们会有一次顿悟。那么这个停顿非常有可能是发生在2025年的下半年的年头，也就是7、8月份的时候7、8月份的时候，我们今天这个能量是在时间轴线上的所以说2025年7、8月份年中之后，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当你获得成功，当你拿到了那个钥匙，当你拿到了那个你一直在寻找，或者是那个拼图那个地图迷失的那一块，它伴随着你的成功也来到了你的心里，也来到了你的身边。当你真的打开了某一扇大门之后，你会看到真相，你会看到答案，你会看到真相，你会看到答案。那么在这里你反而开始思考了顿悟，你在思考。所以我们明年的7、8月份第2组牌的朋友，请大家做好准备，有一个停顿期，有一个向内追寻的一段时间。请第2副牌的朋友不要着急，好好的利用这一段时间去思考如果你不想说话，如果你不想太快的冲，可以不用，可以不需要。因为我看到火元素是之后，是在年底的时候才出来，那么年底之前会是一个很好的放假、休息、思考，如果可以的话旅行，这个旅行是安静的不是闹的那种，可以是做一个冥想。我觉得那个 spiritual journey 就是我们在讲精神探寻这样子的旅行会很适合你，这个是在明年的下半年。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所谓的犹豫，所谓的这种有一点需要时间，对，下半年年初的时候你可能会需要时间，那么请大家把时间留出来给自己，不用太快做决定，不用太快的去行动，
不用太快的去发言，也不用太快的去给任何人交代，有利于你啊，有利于第二副牌的朋友。那么在年尾，我们看到是火元素5。年尾呢，我觉得比较像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开始进入到新的，就是你因为成功了嘛，那成功之后就是一个自我的新生。当你新生之后呢，我这边看到就是有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有些朋友会遇到新朋友啊，会看到新的人，因为你的能量升级了，2025年，或者是你有可能会进阶，进入到新的环境。你有可能会遇到新的朋友，遇见很多新的人，这个是最后年底的时候。那么在这些人里面，你可能会觉得很开心，但是同时呢，你也可能会感觉到就是有能力的人，厉害的人真的很多啊，优秀的人呢是越来越谦虚。那么这个我们在讲有些人他比较的浮躁，比较的这个吹牛，其实都是因为他的见识可能有限。那第二副牌的朋友，明年你是成功嘛？成功之后呢，你将遇到更多成功的人啊，因为你变成成功的人，你就会吸引更多成功的人。那么当你看到这么多优秀的人在你身边，在你左右，我觉得很多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很想去进一步的提升自己，或者是在年底的时候，你会有很多实践的机会，去跟这些优秀的人做朋友，去跟这些优秀的人一起去做什么事情，或者是你可以跟这些优秀的人一起去跟他们一起去学习，相互的去学习，或者是一起去做什么事情。那么这个经验，这个经历这个所谓的着手去做事，就是开始是进入到了你的年尾了。所以这个地方呢，你会有很多的，我觉得是磨砺，有很多的成长，有很多的沟通，有很多跟别人的这种联手有很多跟别人的联手。那么这个地方非常的挑战你的能力，也锻炼你的能力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这个是最后看到的火元素权杖5。好，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时间轴线上的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工作学业方面的那么最后呢，我们就是来看一下时间轴线上的情感运势。单身的朋友呢，在这里我会为你们看桃花看你们桃花。好，我们来看一下。好，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明年你的情感桃花。火元Page of Water， 哇，这张牌出现了第二次我们这个是这两张牌是一样的。我们在事业当中出现的是正位，我们在感情里出现的是逆位这个是水元素的侍者。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明年的情感跟讨好。那我就会要这一张，因为这张翻开了就跑得很远。我们这张是水元素1的逆位。明年时间轴线上的情感和桃花好，哇，又是水元素2的逆位。OK， 最后一张牌好，最后一张牌，我们这边是一个太阳牌。好，这张牌其实我刚才应该是正位的，但是没有关系太阳就在这个地方。行，我们来看一下明年这个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情感和桃花这边呢，其实我觉得你们明年的情感是非常丰富的一年
啊，2025年情感跟桃花。但是呢，从我们抽牌，大家应该已经能感觉到有很多逆位的能量啊，有很多逆位的能量。那么在这里呢，我看到的是在 minor 里面啊，我们出现了2张水元素1、水元素2。那么在第一张牌里面，我们看到是水元素侍者。那么一共是这样子的4张牌啊，明年的桃花运势、情感运势。明年总的来讲，我觉得在感情方面啊，大家这边情感里面是很多的啊，很多的。可能在明年吧，我觉得有些朋友可能会跟某一个人在，就是可能这个人他当前是在你生命当中的啊，明年你们2个人可能会有很多的一起去经历情感的一些经历吧。我觉得可能有一部分人，就是说第2组牌的朋友，如果你们当前有情感对象的话，明年有可能是你们感情去打开的一年。如果当前你有感情对象的话，明年也有可能是你们感情修成正果的一年啊。那么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明年你的感情其实很丰富，你的桃花的能量应该是非常，我感觉到它非常的纯。这个纯的能量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在你生命当中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我看到就是这样子的一朵桃花，它在明年的能量里在不断的升级啊，能量不是很散的，而是很集中的一种感觉。这个是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情感和桃花。我们来看一下第1张牌是水元素的侍者。这张牌呢，首先给我的感觉就是多愁善感啊，多愁善感。所以在年头的时候，可能很多朋友我觉得有很多的情绪吧。如果当前有这样子一个人，你有很多的情绪，你可能想了很多，但是又不敢想。你们的关系可能当前还处在一个就是比方讲暧昧阶段，或者是当前你们的关系没有真正的定下来。那么如果当前这个情感是很稳定的朋友的话，那么明年你的情感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是平平淡淡，然后是来到一个比较舒服的位置。因为明年其实你跟你的这个稳定的对象一直都是在慢慢的发展的，有些磕磕碰碰，但是呢，总的来讲情感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最后我们看到这个感情是出现太阳，代表着一切都会过去，好的能量都会到来。所以如果是情感稳定的朋友，其实明年在这感情当中，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你们是磕磕碰碰，你们是慢慢的，但最后就是越来越甜。总的来讲，其实稳定感情的朋友不用太担心的，没有什么大的那种震动或者是变化。那么如果是暧昧阶段的朋友暧昧阶段的朋友，其实明年我会觉得就是他给我的感觉，这个运势就是慢慢的修成正果，慢慢的去打开。有些东西在你的心里肯定会有很多的波澜。水元素的侍者，多愁善感，得失心很重不知道该不该全部的投入进去爱，不知道该不该相信这个人，对吧？很多东西还在表面，很多东西这个感情它还是一个不是很确定的状态。那么如果是单身的朋友的话，开年会有桃花出现1、2、3，开年你会遇到桃花。但是对于这些桃花的话，你会遇到的这一朵桃花，或者是你会遇到的几个人，我觉得你对他们不是那么的就是不会那么的确定。你不确定就是能跟你走多久，你不确定能不能真正的打开。那么你自己的心里面，第2组牌的朋友，我也看到就是未必你的心是打开的状态，或者是说不是完全打开的状态。所以这个地方是需要时间的，它不存在突然出现一个人，然后让你立刻马上爱上他，也不存在说突然出现一朵桃花，让你很坚定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情感里面它其实是一种慢慢探寻的一个感觉。第2组牌的朋友慢慢探寻，慢慢的去猜，慢慢的去连接，慢慢的去了解。圣杯侍者，但是有很多想法这个心里有很多的想法，有很多的想象，但是又不敢想，又不敢想象，是这样子的感觉。圣杯侍者。那么年终的时候呢，其实你会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人，你会感觉到你们2个人有开始的能量，就是你会感觉到这个暧昧对象可能越来越清楚了，就是这个暧昧的这个能量也开始越来越强烈。那么单身的朋友呢，你会在比方说有这样几个朋友里面越来越确定，可能某一个人他对你是不一样的。
你也会在这个接触当中慢慢的确定，可能有一个人你对他是特别的。所以你看到年终的时候，其实这个圣杯一才刚刚开始啊。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情感啊，明年的发展速度有点慢，但是呢，它也不是说没有动，它一直都在动，它一直都在发展，但是比较慢。可能是因为明年这个第二副牌的朋友啊，你们的这个运势里面，因为上半年其实真正你们的能量的高点是个人的成长、事业和学业当中啊，那么感情呢，可能它是一个第二个能量的阶段，它是第二个能量层级，所以你们在感情当中，它的这种变化慢一些，微妙一些啊。你看到年终的时候，其实才刚刚出现圣杯一，而且这个地方才是逆位的，大家可以感觉到吗？还是逆位的，所以但是明年我觉得这个灵魂伴侣的这个能量是比较强的啊。明年第二组牌的朋友，其实感情是很好的一年，但是呢，速度慢，发展慢。你自己可能对于感情的事情也是一个慢热这样子的状态啊。下半年我们看到的是圣杯二啊，水元素2了，逆位的，说明什么呢？就是终于啊，在上半年的这个慢慢走、慢慢爬，情感慢慢的这个流露，情感慢慢的交流 ，OK， 下半年的时候终于有一点苗头了，有一点迹象了，圣杯2出来了，大家开始越来越清楚这个人特别。你开始越来越清楚这个人你很特别，你觉得他很特别，肯定就会在下半年的时候有更进一步的去连接啊。因为我看到下半年其实有一部分的朋友在你的这个状态当中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的停顿嘛，对吧？我们刚才讲停顿，你在思考自己的人生，你在思考接下来你要怎么走，你在思考你究竟想要什么，或者是你究竟想显化什么东西，接下来想显化什么。所以到了下半年，其实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才真正的正式的开始去想感情的事情，你们才会在下半年才刚开始把感情提上议程，而且还是逆位的啊，才刚刚开始。所以呢，其实感情的事情啊，我觉得会在秋季，明年的秋季北半球，南半球的朋友是明年的春季才刚刚开始，我觉得是有更多的行动。你们的感情会在明年的秋季之后，也就是北半球的朋友秋冬，南半球的朋友是春夏开始进入到比较火热的阶段。所以明年的感情，其实这个人他跟你之间的这个能量的发展是非常缓慢的，非常缓慢，几乎是1年的时间就是在一起做朋友，1年的时间在一起的。如果这个人跟你工作有连接的话，几乎你们上半年根本就没有讲感情的事情，上半年可能一直都是工作相关的、学业相关的，都在忙自己的事情上半年其实你们的重点是工作，是学业，但是这个人会在你身边第二组牌的朋友，这个人的能量很持续，他不是突然出现，他在年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那么一直到年尾，全年都有你们的能量在这边。那么到年尾的时候，其实会有一个小小的温度会有一个小小的提升，而且这个太阳是个逆位的，所以它整个1年的时间，2025年，我觉得感情它是在一个像是人生的第2序列里的一件事情，它是很自然的，它是很默默的在发生，在变化着。OK， 但是呢，我这边却看到了灵魂伴侣的能量第二组牌的朋友，明年你的桃花情感里可能会有很多朋友会有灵魂伴侣在你的身边和左右恭喜大家了这个呢就是我看到关于第二组牌的朋友关于这个2025年你的个人发展，然后是情感桃花在时间轴线上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展现那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带给大家好运，也祝福所有第二组牌的朋友在2025年收获成功，祝大家好运。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颗红玛瑙今天是这个红玛瑙第3组牌的朋友。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关于新年2025你的个人发展还有情感桃花
它的一个综合的运势。那么首先呢，在我们进入到抽牌环节，我想先为第三副牌组的朋友来看一下。我们首先呢来总览一下，在新的一年2025年你的运势能量当中，来自宇宙的重要的提点，我们来总览看一下你的2025会是怎样的一个状态，或者是它的重点能量的重点会在哪里。我们也会来看一下你的一个关键字啊，然后呢，我们等会儿会用时间轴线的方式来为大家去具体的看关于你工作、学业，然后是情感。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首先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牌。第一张牌呢，我想给大家看这一张。那么这里呢，我为大家抽到的是21号牌，这里是 exposed and revealed。它的能量呢，如果翻译的话，就是可能被暴露或者是被揭晓啊。这张牌呢，在我抽到的时候，其实我连接到的关键字它讲的是理解和智慧。理解和智慧。首先呢，这张牌我听到的第一个信息就是在新的一年2025年，来自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我觉得新的一年里面，你们会看懂很多事情，你们会看明白很多事情，因为你们看懂，因为你们看明白，所以你们才能够去懂得。那么一旦你的思维里面懂得了一些事情的真相，一旦你看一件事情维度上升以后，那么无论是新的解决办法，还是说怎么样去处理面前的一个难关，又或是怎么样让自己真正的去更加接近你理想的状态的话，都会更上一层楼，都会更进一步。很多时候我们在看生活的时候，在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的外界都已经是显化出来的结果了。而我们去调整显化的时候，最重要的其实是调节我们的内在。就好比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张牌，大家看这个眼睛我们去远观，这就是一个眼睛，很漂亮。但是如果我们走近看，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眼睛里面住着一个人，这个人呢，他抱着自己抱着自己。其实我感觉到，我看到的呢是有一点脆弱，我看到的呢是非常非常需要被保护、去关爱。那么这张牌呢，其实我也感觉到，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2025年它也非常有机会成为你生命当中的一个疗愈的一年。那么在这个疗愈的能量当中，它的真正的意义是什么？疗愈的是什么呢？我看到的是2025年你将疗愈的是自己，而这个疗愈它的意义和目的是把你从一个阶段带到另外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所谓的疗愈，其实它是一个过渡期，去帮你从一个能量带到另外一个能量。那么第二个能量它一定会比第一个能量好，也就是说2025年其实你就是在走一个阶梯，你在走一个仪式，你在走一个过渡。这个仪式，这个过渡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新的自己，是让自己变得更加勇敢，是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好。那么如果更加勇敢、更好的自己是你的目的的话，那么你需要通过一个过程，你需要走过一段路才能到达。那么这个过程，这段路，也就是我对2025年整体能量的一个感受我们这边只能是先从能量入手去帮大家去看这个就是我的感受。所以2025年也非常可能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生命当中的一个 transform 这个英文单词它是动词，它讲的是蜕变。但是蜕变呢，它的动作，那么2025年会加上现在进行时，也就是2025年是你蜕变过程的一年。在这一年当中，我觉得很多朋友你们的状态将从你首先要看懂自己当下是什么位置，看明白当前自己是如何的处境开始。就好比我们今天的第一张牌 exposed， 第一个能量是首先能够勇敢的面对一些真相，是能够勇敢的先看到一些问题，然后我们让自己勇敢的面对。就像这个眼睛里面的这个人，他是蜷曲的，然后他开始发现原来我这么的脆弱，原来我这么需要保护，原来我需要这么多的爱，所以我要让自己好起来，所以我一定要让自己站起来，我一定要让自己勇敢起来，
去走出这样子的一个很全区的状态，去让自己真正的去接受光明，接受疗愈的能量。所以是 review 的，看到自己原来是这个样子，原来其实我需要的是这样做，原来我需要的是比方讲阻断，原来我需要的是拒绝不好的能量，原来我需要的是勇敢的去斩断，有的时候可能是斩断。所以我看到很多的首先是自己心里的一些变化，思想当中的一些改变，然后呢会带到行为，带到行动。2025年不仅仅是我们今天关键字是理解智慧的一年，同样呢也有很多具体的经历，具体的我觉得是你要去行动的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是在2025年等待着第三组牌的朋友，等待你们去打开。所以呢，这里就是我看到，今天的第一个牌我感受到的一些能量，给大家先说一下。这个能量呢，是我在连着这个牌的时候感受到的一种，给大家用一种比方的方式、比喻的方式我们去看。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来这边抽到的呢是这个头颅这个头颅。其实这个头颅它的能量大家不要害怕，这个头颅的能量非常的好。它讲的是什么呢？首先我们要理解这一组牌给大家抽的这组牌，其实它是来自于一个瑜伽的能量那么它在瑜伽的能量当中，它把瑜伽整个这个大的瑜伽的一个能量分成了8个部分。那么8个部分里面呢，前4个部分讲的是物质，后4个部分呢讲的是超物质。那么今天我们的23号牌其实是属于前面和后面，也就是物质和非物质连接的这个能量连接的这个能量。如果用瑜伽的语言去翻译呢，它讲的是呼吸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呼吸的一个部分大家如果去做过瑜伽的话，一定知道，其实瑜伽除了我们的这个肢体这个什么动作之外的我们要什么样子的 posture， 就是那种做到什么鸭子鸽子式怎么样对，然后呢，我们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呼吸。瑜伽的呼吸非常重要，我们是通过瑜伽的吸气吐气，其实是来到了生命当中的一个我们在讲这个更新，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23号牌它讲的是这个有关于呼吸里的一个能量。那么这个牌它的呼吸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这个头颅这个闪闪发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能量是希望通过呼吸把这个空气吸进来吐出去，来使我们的脑袋这个头颅其实就是脑袋嘛，那么它对应的能量就是让我们的脑袋可以发光。脑袋发光是什么意思就是有智慧，对不对？我们的脑袋，我们的大脑帮我们处理很多的信息。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在于哪里？就是可能我们怎么想，对不对？那我们怎么想，可能就会决定我们怎么样去选择。我们怎么样去选择，就会决定我们怎么样去决定。我们怎么样去决定，最终就会决定我们怎么去行动。那么一旦有了具体的行动，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个结果就已经可以去看到未来了，对不对？它是一系列的能量，它是连接在一起的，能量跟能量是连接在一起的。能量就好比于非物质的世界，行动就好比于物质的世界里面的东西。所以今天呢，我们这张牌大家可以感受到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我看到在2025年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你一定会在2025年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脑筋很好用，很聪明，很有智慧，看东西看得很透，看东西看得很准。一个呢是来自于本身第3组牌的朋友，因为我这边看到了很多，就是关于你看我们今天眼睛、头颅，它都把能量集中在了你的上肢，对不对？都在这个头这边眼睛也在头这边。所以我觉得整个2025年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会非常的聪明，就是整个是智慧年嘛，你们一定会非常的聪明。也许你们本身就很聪明，那2025年就更聪明了。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无论你之前你是觉得自己聪明还是不聪明，2025年你的灵性很高，你的灵性在于说，信息在你这里不再是信息，不再仅仅是数字和事实，信息和数字在你这边会变成有价值、有意义的消息，一个能够帮你去判断、帮你去领悟的一个东西。某种程度上来讲，你会把信息、把知识变成智慧。
有一些朋友啊，第三组的，我听到就是说，如果说你认为之前自己可能看东西看不透，或者是你一直在看，你也看不透，2025年你就看透了，2025年你将看明白、看懂，可能是某一个人，可能是某一件事啊，某个人他究竟是真的对你好，还是他其实是打着什么什么的名义啊，在为他自己去索取他的利益。2025年你有可能会看懂，比方说某一件事情，你对他的判断究竟是对还是不对？也许你对某些事情的判断之前是值得，2025年你会发现，也许根本就不值。有些事情，也许你之前的判断是非常的不值，但是你过了一段时间回头去看，也许你发现其实是好的，其实是有意义的啊。所以呢，无论这个判断的结果会怎样，无论2025年你将看到什么，你将发现什么，它一定是能够让你在思想上 OK， 我觉得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了。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有一部分的朋友你选到第三组，而且2025年你又有学习方面的东西要去做的话，比方说你要去研究啊，或者是要去攻克某个难题呀，或者是你需要去突破某一个课题，2025年将会是你非常在这个能量领域里非常有助于你，或者是非常旺你的这样子的一个年份。那如果没有的话呢，也是在讲2025年啊，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将会从理解开始啊，当然是先看懂了，然后你会理解，你会有智慧啊，你会有一个很大的灵性的成长，会发生在2025年这个时间段里面。好，那么我们第三个呢，关于这个头颅，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它讲的是清洗或者是清洁。那么我们去讲清洗和清洁，其实它是一个purify， 就是净化的能量啊，是一个净化的能量。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对于净化这个能量，我们可能现在就是感受可能不一定那么深啊。那其实呢，在这个魔法或者是在古时候，其实净化的能量是非常重要的。净化的能量代表着很多，比方说有些朋友在新的一年里，我感觉到就是有焕然新生。那么焕然新生，它其实就是净化了过去的、旧的、老的，迎来的新的这个能量啊。所以呢，有些朋友我刚才讲，其实2025年是转型进行时。这边第一个转型的能量，我觉得是跟大家的就是思考思想有关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是应该跟你们的健康有关系，身体可能会在2025年迎来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就像脱皮一样，换了一个人。所以有些朋友，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了眼睛，看到头嘛，所以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啊，会在2025年做非常大的造型变化，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那么这个造型里的变化，有可能是换风格，有可能是换发型，有可能是这个脸对这个脸的这种可能之前不化妆啊，那2025年就会开始去化妆啊，或有些朋友觉得之前一直都是在化妆，那2025年也许你想以更加真实的一个，就是很裸妆啊，或者是很有给皮肤呼吸呀给自己净化嘛，你就可能不再想去做那些事情了啊。也许你想更加真实的去感受宇宙的这种呼吸，更加直观的去理解我们的这个环境无论是下雨天也好，是晴天也好，可能会更加真实的去让自己接受一些东西啊。所以呢，净化可能会是你风格的改变，可能会是你对一些事情，我们这边在讲外在的、身体的精神的，可能你都会有很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呢，头部是重点。头部是重点。那有些朋友如果说，比方讲眼睛也许眼睛会在2025年会有一个很好的变化。比方说之前可能看很多的电子的东西，那2025年也许你的眼睛可以得到非常好的休息，眼睛变得更加明亮。有些朋友呢可能会这个呼吸道我看到鼻子嘛，呼吸道、牙齿呼吸道、鼻子 OK。
啊，甚至是耳朵哦、头发啊，我觉得这边可能会在这些部位啊，2025年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好，或者是转变啊，你可能就不会再那样子去对他们，你可能就会很关注他们了啊。也许这些东西，牙齿啊、眼睛啊、鼻子、呼吸道啊、耳朵、头发，可能是之前你不会去太在意的东西，可是2025年你就会开始在乎了，你就会开始在意了。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很重要，它其实可能会是你的一个仪式感啊，通过这些东西的改变来让自己更加的去精神上、内心里去改变一些东西啊，想法的改变，他看到的只是外面的变化，其实是心理的变化。好，这个是我们的第2张牌。那么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第3张牌，对于2025年宇宙来的一个能量啊，它讲的是袋鼠、勇气。2025年是这样子的啊，第3组牌的朋友，我刚才讲过，2025年其实是蜕变过程的一年，对不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如何去蜕变？在这个地方呢，宇宙说它给了一个提点，就是说宇宙会在2025年把你带到，比方说从一个能量层级带到更高的地方，让你去看到你当下维度看不懂的、看不明白的东西。这个过程如何做到呢？宇宙会给你考验。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准备好呢？宇宙会给你考验，宇宙会给你一些测试，宇宙会给你一些经历，特别的经历啊。2025年其实第3组牌的朋友，你会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宇宙会为你安排特别的经历。这些经历呢，其实是对你的考验。那么考验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些东西它不是一个持续不断的感觉。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如果在2025年遇到一些你之前没有遇到的经历，遇到一些你从来都没有想到会遇到的某些事情的话，请你们保持一个冷静的心态因为呢，宇宙说，其实这是我对你的考验，通过考验，通过我们打个引号的测试，来看你究竟是想要这个还是想要那个。去测试你究竟是内心当中最真实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你的能量究竟是什么，通过蜕变的方式让自己更加真实的一面打开。那么一切都是暂时的，大家想考试，再难的考试也就那么几天，对不对？也就那么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无论你遇到什么，你心里要坚信一切都会过去，没有什么东西在2025年会永远停下来。你的2025年比较像是走马灯，就是走那个过场，一件事一件事的过一个人一个人的见。有些东西就是来了，过了，又来新的，然后再过。2025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年份。通过这些考验，它的目的是让第3组牌的朋友，让你能够去蜕变成功，让你能够有一个新的自己能够出来，让你能够在能量意识的层级再上一层楼，让你在灵性的成长方面更加的有建树，有自己的建树。那么请记住，过完2025年第3组牌的朋友，你将变得更强大，你将变得更加的勇敢，你将变得更加的聪明和有智慧。所以2025年也非常需要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是勇敢的、冷静的我觉得是内心抱有这种信仰的、很扎实的去过我觉得过2025年这个动词过，一个一个的过，很形容就是我这边连接到的能量非常的我觉得很贴切。这个过字就是过，没有什么东西是永远停在那里，就是过，他们在过，你也在过，一个一个的过，考试一门一门的考，一门一门的过，这种感觉所以我们看到袋鼠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具有保护能量的一个感觉所以说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2025年相信自己心中最有价值的，相信自己最理想的东西，然后就是勇敢的过勇敢的过。好，那我们看到这里呢，就是我今天所连接关于2025年整个这个状态、这个感觉这个能量是怎么样子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它拉回时间的轴线。首先呢，让我们来连接第3组牌的朋友。2025年在时间轴线1月到12月，从第1个季度到第4个季度从年头到年尾，你的工作
事业、学业啊，我们看一下这个能量的变化还有展现。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怎么说。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工作、事业和学业相关，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 Tower 来讲啊，就是这个有考验嘛，所以第一个就是 Tower 了啊。看来这个挑战啊，看来这个变化就是外界会给你。我刚才讲嘛，就是2025年对于第3组牌的朋友，他其实是会有一些特别的经历啊，或者是有一些宇宙的安排。那么这个东西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它是一个外在的东西，对不对？是我们外面的东西。它会来到我们的生活，所以在工作跟学业方面，我们从年头开始，一旦你走入2025年的新年，就请第3组牌的朋友做好准备了。无论是你工作方面、事业方面啊，求学的朋友学业方面，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会震动你的根基啊。我们这个 Tower 呢，我就不跟大家去讲啊，没什么。其实它的这个变化会震动你的根基，一定是震动你的根基，让你能够去，就仿佛裂开，然后就是那个最真实的东西就会出来，或者是把你从一个有一点就是虚无缥缈的地方，把你带回地面。那么有些朋友可能会很害怕，但没关系，在今天的 Tower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2个强大的能量在帮你。第一个就是远处的这个翅膀里的这个鹰，代表着翅膀，代表着就算你的变化出现，你也有翅膀，你会有隐形的翅膀，让你学会飞翔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是能力的一个巨大的提升，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磨练和机会来到第3组牌的朋友工作、事业跟学业里。如果有一些朋友觉得自己好像不可能去飞，或者是你不喜欢飞、恐高的话，那么你还有第2个能量可以帮你，就是下面的这个波涛骇浪。如果你的生活中发生很大的变化，你会有很强的水去帮你软着陆啊，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看起来有点吓人呐，哇，好恐怖，来得好凶猛，或者是来得非常的激烈。但是请大家相信，你的落地会很稳，你的落地是软着陆，也就是说有东西可能看起来听起来好像变化很大，事实上不会那么吓人啊。软着陆，比方讲一个东西你可能会离开，但是你会发现其实新的东西已经在那等着你，在拖着你，所以你之前可能会很恐惧很担心，哇，这个东西没有了，或这个东西它变化了，我该怎么办呢？那么这个办法它会在你还没有到达那个地面的时候，它就已经会接着你了。所以我刚才讲嘛，什么叫过，就是一件一件的过，它很快啊，没有什么东西会停下来，你过了第1个，第2就来。比方说那个车，第1个车把你丢出来，你还在担心怎么办，第2个车已经把你接住了，就这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感觉呢，我们可以看到是在大家的工作、事业跟学业里。如果说第3组牌的朋友在明年啊，事业、工作、学业当中，你也期待着一些大的改变的话，那么你可以顺势而为了。你在年头的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啊去走。如果第3组牌的朋友，你属于那种很主动的啊，你主动的去变的话，那么这个变化会很顺你的能量，你变马上这个能量就会来。如果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稍许被动，就是你比较喜欢安逸的，你不太想变化的话，那么也请做好准备，有些变化它是不能躲避的啊，有些变化是不能躲避的，有些变化呢，可能就像我刚才讲，它有这个安排，无论你接受不接受，想还是不想，愿意还是不愿意，它可能都会来。所以与其去抗拒，不如勇敢一点啊！这个是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在工作、事业、学业当中，第1个就抽到了 Tower 塔牌。我们继续来看啊，好，来了，第2张牌圣杯1的正位。圣杯1的正位呢，我会觉得就是刚才我讲过嘛 ，Tower 一来，大的这种根基变化。然后呢，马上就有新的开始，新的开始是圣杯1，就像我刚才看到的那个真正灵魂当中的自己啊出现了。
所以它的这种剥离的感觉，其实是把不好的东西给你拿掉。就好比第三种牌的朋友，有些我们时候就是在工作、事业、学业当中，我们在说服自己，相信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尽管我们可能有很多不开心的东西，我们可能会在工作、事业、学业当中说服自己不要走，因为这个工作、事业、学业，它可能给我们了什么样子的某种安全的感觉。尽管我们那么多委屈，那么多的不开心，2025年，宇宙会把这些你隐藏的，其实是很真实的一些东西，而且对你未来的发展没有好处、没有意义的东西，帮你剥离掉。所以这个东西看起来我们觉得可能哇好恐怖，其实是为你好。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为你好。而这个地方一旦剥离以后，反而会把你带到一个属于你的，能够让你开心的，能够让你平静宁静的地方。给大家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在那个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啊，就是有这种下岗的情况，那么很多原来在工作岗位里面很稳定的人被迫下岗，那么被迫下岗就非常像这个 tower， 让人觉得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痛苦。但是很多人因为被迫下岗，所以他们就开始做一些其他的小买卖、小生意，结果他们发现原来之前的岗位里面给他们的那些待遇，真的是跟后来他们做的东西完全不能比。他们后来通过自己的一些小买卖，或者是一些自己的小的尝试，反而让自己比方说赚了很多的钱，反而让自己获得了多年想要的自由，反而让自己可以实现他们的梦。有些人的梦可能是多一点钱去帮助父母亲，就是有医药就是那些支付嘛，可以给父母更好的医疗。有些人呢，他想要更多的钱，可能是想给子女更好的教育。就无论是什么样子的，出于什么样子的一种心态，就是有些事情看起来不好，反而是能够让他们真正走入那个正确的班车，这种感觉所以呢，你看我觉得这边工作、事业、学业，仿佛是有些朋友你们的方式和方法，其实根本就，或者是这种手段、途径、路径、选择，可能根本就没有办法把你们真正送往你们理想的地方。可是你们又不舍得离开，你们又很怕去大的改变。那么宇宙在这个地方，我觉得他可能看你痛苦了很久，所以在这里呢，其实涛我出现也感觉到，就是可能在2024年有很多的朋友工作、事业、学业方面可能也自己就是苦苦挣扎，或者你们也是在苦苦煎熬，尽管可能还没有那么夸张，没有那么的变化那么的大，但是你们也熬得很苦，或者是过得也是没有那么开心。那么与其苦苦挣扎，我觉得这里有点像是宇宙的介入，来帮你们去完成心愿，来帮你们真正的就是用一个大手把你送到可以让你快乐起来的地方重新开始。这里是一个过渡期，然后是重新开始。圣杯一圣杯一我们继续往下。好，然后我们看到的是大皇帝的逆位。这张牌呢讲的是开始有一部分的朋友会在2025年呢我觉得是拿回自己的权利，拿回自己的力量，拿回自己的热情这张大牌非常好，虽然它是逆位的但是我也感受到了那种力量在崛起的感觉。这张牌非常有那种阳刚的能量 Emperor 大皇帝就仿佛你们也开始上半年的时候前3个月会有很大的变化，上半年的这个第2个季度，其实很多朋友开始疗愈，很多朋友会开始遇见新的机会，很多朋友你们会开始，我刚才讲从第1辆车到第2辆车开始慢慢的去接收，去开始新的生活。而大皇帝就在告诉我，在新的领域，在新的赛道，在新的地点，或者是在新的一个环境里面，你们开始慢慢的适应，你们开始慢慢的收回自己的力量，你们慢慢的开始去看懂一些事情，去理解宇宙的安排，去在精神上去成长，去上升。
那么从而呢开始去显化自己的理想新生活，这个就是大皇帝。这个呢会在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也就是说2025年的下半年开始，很多朋友都开始意识到，其实你们比之前，也就是我们现在去看2024年啊，2025年下半年你会去看，你会比较，你会发现其实你比你现在当下2024年以为自己要强得多，要厉害得多，要勇敢得多。好，最后一张牌，权杖10。这张牌在我这个地方看到年尾的时候，很多朋友你们会顶住压力顶住压力，我觉得是向上攀爬。2025年大家会顶住压力，向上攀爬，在新的道路、新的轨迹。刚才我看过，就是从第一辆车到第二辆车，第二辆车会不会很轻松很容易？当然不会。第二辆车是能量层级向上的一个地方大家会开始往上走，所以往上走一定是逆流向上，一定会有难度，一定会有挑战，但是你们扛得起，你们能够胜任这个更加有挑战，更加有奖励，就是更加 rewarding， 就是说你做这个事情它会有好处它会有利益，它会有让你觉得值得的地方，而不是在原来的那个让你觉得没意义、没意思、没有挑战、没有奖励的地方去耗很痛苦的耗非常的痛苦。所以我觉得2025年其实很多朋友第三组，你们将觉醒自己内在的火，你们将觉醒自己内在的火，那么你们内心的开始有一些激情有一些昂扬这种能量上来以后呢，你们自然而然的就会疗愈自己的心，开始意识到原来我是这么的厉害，我是有意义的，我是有价值的天生我材必有用，我的这份才能，我的这份才干终于要发挥它的光亮了开始去往自己正确的轨道靠近和向前。2025年是大家过度往前推进的一年，宇宙会给你挑战，宇宙会给你事件，宇宙会给你经历，你要一个一个的过，一个一个的去看，一个一个的去体验。最终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会扛起更多的责任，你会更加的厉害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好像有很多的使命在身上你们是要向前的一组人，你们是要去承担的一群人，有很多的事情在等着你们所以你们要不断的去锻炼自己的能力，不断的去磨砺自己的坚强意志，因为只有这样子，你们才能够成为你们心中理想的那个自己，好不好？这个是我看到的在时间轴线上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关于工作、事业跟学业的信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情感和桃花。好，明年1到12月情感和桃花相关的一个运势是怎样的？我们请宇宙给我们一些提点。感恩宇宙。我们来看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情感桃花相关讯息。在时间轴线上明年你的情感桃花的运势是怎样的呢？感恩宇宙。好，权杖10逆位的出现第一个。第二张牌，恋人牌的逆位。第三张牌，水元素3的逆位和土元素皇后的正位。好，我们把它放在这里。
们来看最后一张牌，2025情感桃花。最后一张牌呢是力量。好，好，我们先来讲第一个吧。我觉得首先是这样子的啊，如果说情感稳定的朋友吧，我们先来讲情感稳定的朋友，因为情感稳定方面，我觉得是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情感稳定的朋友，如果你跟他情感很好，情感非常稳定的话，比方说已经在很稳定的恋情啊，然后呢，或者是已经在婚姻当中，已经在稳定恋情里。其实我觉得整体来讲，2025年是大家继续去经营感情的一年吧。也就是说，其实如果感情稳定的话，2025年就是两个人会在生活的层面啊，在非常我觉得是很踏实的层面，就是相互的去给予，相互的去滋养。你们两个人如果有共同的，比方说理想啊，或者是大家都在为这个家去努力的话，2025年就是继续往前啊，继续去滋养，继续去养小孩啊，继续去去经营生活里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感觉到情感稳定的朋友，其实2025年是我觉得是比较像生活化的一年，就是好好的去经营就好了，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些震动或者是改变。那么我们现在来讲，就是有暧昧对象的朋友啊，情感未必是已经修成正果，有暧昧对象的朋友是怎么样呢？我这边看到就是说明年呢，可能大家要重新的去看一看，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就是说火元素10，它是一个能量的终点，就是它的能量非常的极致，到了10就是很满嘛，它有一个转动的感觉。火元素10在感情里面，其实它讲的是可能有些压力已经承受不了了，所以如果是有这种情感关系，它这种无论是暧昧还是怎么样，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如果当然是如果，因为我们这边是大众占卜嘛，如果你跟这个人的感情你觉得很辛苦很辛苦，然后很累的话，那么明年其实大家有可能会要看一看，就是你的这个选择究竟是不是值得的。因为我这里恋人牌是一个逆位的它有一个重新去选，重新去看，或者是说这个选择你要看一看究竟对不对这样子的一个感觉。而且呢，在第3组牌的朋友这里我看到了就是不能说就是有一部分朋友吧，就是我看到了可能会有这种三角恋的感觉。三角恋的感觉就是说，就是也许你生命当中有2个人，或者是你现在很在乎的这个人，他生命当中有2个人，有这种3个人多角关系的这种感觉。如果不是多角关系的话，代表着除了感情之外，有第3方的能量在干扰着你们关系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你们的感情除了情感之外，有第3个能量在非常多的去影响这个关系能不能最后修成正果，有这样子的能量在里面。所以呢，明年呢，我觉得这个情感方面，就是如果当前是有一些暧昧对象或是有这种情感关系的朋友，明年你的感情里面给我的感觉就是有很多事情要等着你们去克服，有很多事情可能你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或者是说你可能会要重新的去思考，就是你原先选的，你原先认为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但是你跟他已经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那么明年你就会可能有很多的想法呀，你就会看你看对不对，就会揭晓究竟这个人他真实的状态，真实的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和你原来以为的，和你原来期待的相对比是否一致。如果是一致的话，当然没话说，对吧？我们就经这个土元素皇后，我们去继续培育。但如果说你在2025年通过一些经历，通过一些事情，
你看到的是你选的这个恋人，他真实的状态和你之前期待的，你原来看到的相差很大的话，2025年可能也会有一些情感当中，我看到是逆转逆转。也许你2选1，你选的是 A， 你觉得 A 才是那个你以为的样子，结果你发现 A 不是， B 才是真爱有一个这种能量出现在了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情感桃花运势里面。那么我们就继续来看，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当前是单身没有暧昧对象的朋友，那么你们的桃花会在什么时候出现？你们的桃花在明年的年中会出现。明年的我这边看到的是5、6、7、8这4个月非常有机会，5、6、7、8。但是呢完全单身没有任何这个情感暧昧对象的朋友明年你的桃花它的类型你要注意。明年年中的时候你遇到的桃花类型，它有好有坏。这边第3组牌的朋友，明年你的桃花类型有好有坏。从好的方面去讲，你明年不止一朵桃花这个是好事情。但是呢，这个桃花里面，因为它不止一个人嘛，所以就意味着你需要去做选择，你需要去做判断，你需要去找到属于你的、适合你的那个人，那朵桃花。那么在这里呢，就需要你首先去明白、去理解情感里，在桃花当中在这些有可能跟自己发展的人里面，你要什么样子的对象？你认为什么样子的情感恋人是对自己来讲最有价值的？这个价值不是很浮夸的，不是很虚荣的，而是非常的我这边可以这样讲，打个引号吧，就是对你来讲是很有用的。这个有用在于什么呢？就是比方讲，它能真正的去保护你，第一个，对不对？它可能真的能够去帮你完成什么事情，或者是这个情感桃花它真的能够去疗愈你的心。我们这个有用打个引号的，就是对你来讲它是有真正价值的，不是去我们在讲第3组牌的朋友，明年你有很多的疗愈嘛，对不对？明年你的工作事业当中上半年还有这么大的震动，所以你的情感桃花一定是能够帮你的，因为明年你需要帮助这边我们又引到最后一个能量，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明年千万你不要一个人。宇宙说明年你是一个有挑战或者是你会遇到很多真实真相明年你会有很多的感悟，明年你会在灵性成长方面有很大的进步和提升。你不要一个人，你一定要在需要的时候去寻找帮助。这个帮助可能是你信任的精神老师，你信任的朋友、家人、爱人，这里也可以是我们所谓的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来自宇宙强大的力量。只要你把这个能量需要帮助发送出去，你就能够遇到贵人，你就能够遇到你需要的帮助，你需要的指引，去帮你关过，一路过去帮你关过，一路过。有的时候如果你想去了解一些事情，你想去看懂一些你看不懂的，你就去向宇宙询问，你就去询问，你一定能够得到指引第3组牌龙，因为明年是这样子的，明年我们是一个过渡年嘛，很多东西你就是要慢慢过，慢慢看，慢慢感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你的这个智慧聪明灵性等等领悟直觉都会来，所以你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也不要一个人去逞强。你要一个人去逞强的话，你就会很累，你就会很辛苦。那么2025年需要帮助的时候呢，主动的去询问，主动的去咨询，你会发现你会遇到很好的指引这个也是第3组牌的朋友来自宇宙希望你能够去善用的一个能量去帮助你完成2025年巨大的蜕变。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所连接你2025年的一个综合运势。那么希望这个能量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祝所有第3组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